你本该嫁给二弟，但此刻二弟怕是已经在洞房了。你我既已成婚，你便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。适合我拜堂的人本应是他二弟周逸清，错嫁之后我坚持换回，结果周逸成请旨边疆战死，表姐不久后也去世了。直到最后我才知道，表姐和我丈夫早已私通。周逸清，上辈子我们折磨了一辈子，这一世我便如你所愿，做你的整死。阿福，那是表姐的贴身丫鬟，居然毫不惊讶为何是我在这儿。果然，这场换嫁，表姐不仅知道，更是默许的。夫君言之有理，既然礼成，你我便是夫妇。除了阿福，还有谁是表姐的丫鬟？你们都去二少爷那边，把我身边的人换过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小姐，你怎么？前世他们为了护我，没少受周逸清的搓磨，哭什么？还不快见过大少爷！从今往后，他就是你们的新姑爷了。奴婢们见过大少爷，见过姑爷。夫君，夜深了。大喜的日子才过，就得收拾了。我是不是吵醒你了？时辰还早，你再睡会儿。上一世就是今天，他会请旨戍边，马革裹尸而还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走。夫君今日有何安排？都指挥使允我休沐7日，今日并无安排。昨日之事，公婆今日必定动怒，望夫君相伴在侧，稍作回护。夫人放心，我自当护你周全。只要他今日不出府，就没机会去请旨戍边。父亲与母亲都是明理之人，昨日换嫁之事，今日定会有个分晓。父亲常年在外，家中都是母亲操持，他虽是我的继母，却从未苛待过我半分。我幼时病中，是他彻夜守着。我若犯了错，他也从不手软，教我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我的意思是，母亲为人公允，她不会过于偏袒二弟，你无需担心。妾身明白了。收拾好了，便随我去正堂敬茶了。此事怨不得任何人，就是一场乌龙。大哥与刘锦欢也入了洞房，此事已成定局。请父亲喝茶。事已至此，往后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。幸好锦欢还是我的儿媳妇。上一世我曾怨她，可后来发现她已是这府里最明理的人。大嫂，请用茶。将未婚妻算计成大嫂，竟能如此坦然。周逸清，你这脸皮果真厚如城墙。把昨日之事的每一个细节都细细说与我听。大少爷不是外人，直言便是。昨日只有在下轿时，表小姐与小姐撞在一起，那会儿有可能调换。你下轿后，要不是表小姐非要牵着小姐一起进门，也不会差点在周府门前闹出笑话。还有那喜服和红盖头，明明是咱们刘府先备好的，表小姐准备的那套经学的一模一样，哪有这种巧合？分明是故意的。新娘子送入洞房后，才不过1刻钟，二少爷就急呼呼的过来。二少爷还没掀盖头，就沉着脸把我们所有人都赶了出去，房里只留了他那2个丫鬟和喜婆。昨日我们还私下打笑，说二少爷是头回成亲，急得猴急，还不快住嘴！这种话岂能在少爷和大少夫人面前回说？上一世虽然错嫁，但我赶到的时候，他们还未曾洞房。这一世，周逸清经常赶人，动作如此迅猛，分明是想造成既定事实，让我就算发现真相，也只能咬牙吞进肚里。前世他没这么急，为何这一世他如此笃定要赶紧同房？除非重生的不只有我，周逸清也重生了。禀大少爷、大少夫人、二少夫人过来了。既然你们姐妹有话要说，我便先去书房处理些公务。请表姐进来吧。红玉，上一世哪怕是亲眼见到了周逸清给她哭灵的样子，我也只以为是周逸清对她单相思。表妹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想来找你把话说清楚。我不想和你有惧遇。哦，表姐说说看。你与二郎有婚约在先，我与他虽互生情愫，
却从未想过让他背信退婚。可是情之一字最不讲理，我们出此下策，全然是为了保全大家的颜面。对外，此事就是阴差阳错，谁也没有错。大哥是长兄，文武双全，前程无限。你嫁给他，亦是一桩良缘，如此也算各得此所，皆大欢喜。表姐说这话，莫非还想让我感激你和周逸清？周逸清当初不肯退婚，不是因为他在乎，是因为他不敢，他怕背上背信弃义的名声，坏了他的大好前程。再者，就算他真想退，姨父与姨母是什么性子？他们会由着你嫁给一个自毁婚约的小人。在我面前，你就别找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，听着让人恶心。表妹，你果真误会我们了。情难自从，我们也挣扎过，我们从未想过要伤害你，是吗？我且问你，倘若周逸成是个不学无术、打骂妻子的混不烂，你们昨日又当如何？可你还是这么做了，为了你和周逸清的一己私欲，不顾我的意愿和死活，这就是你说的皆大欢喜吗？表妹，我当时也是没法子。二郎到了现在，你还在找借口开脱。若是大大方方的承认了，或许我还会高看你。表妹，闭嘴！以后喊我大。江兰月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我们要慢慢算。见过大少爷。方才见他气急而去，可是冲撞你了？不过是些陈词滥调，听腻了。夫君今日怎么回来了？路过书斋，寻了些坊间最实黄的画本。我想着你在府里闷着，这些可供夫人闲暇时解闷，就是不知合不合你的心意。夫君怎知我正缺这些？这再合心意不过了。他是在笑，那个不苟言笑的大将军。夫人，可是我脸上有什么不妥？方才瞧见夫君笑了，夫君笑时真如朗月清风。那夫人以后便多看看。红玉，去泡壶好茶来。夫君今日辛苦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道士批命丫鬟身带凤鸣，主母偷换八字，这般荒唐算计，当真是似曾相识。夫人可是瞧了什么趣事罢了？书中官家小姐认定贴身丫鬟是大富大贵的凤鸣，为攀高枝，竟偷换她的生辰八字。夫君猜猜后续故事走向？骨子里的命格终究是换不得的。那个丫鬟最后的结局不会差。夫君真厉害，那丫鬟机缘巧合被高官收为义女，一路扶摇直上，最终入主中宫，贵不可言。倒是没想到，素来研读兵书、心系山河的夫君，竟也会对这类市井画本感兴趣。夫人感兴趣，便也想了解一番。不过可是那画本无趣，才看了这么一会儿便放下了。画本甚是有趣，我只是忽然觉得有些事情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定数。但我周逸成活了这么多年，更相信事在人为。那夫君最想要什么？最想要的已经得到了。今日回门，你们去的是江家，见到亲家，把姿态放低些，仔细与亲家把话说清楚，犯下的错就要认。是。服个软，求个情，别让两家面子上太难堪。锦欢，今日回刘府，替咱们周家向你爹娘赔个不是。过几日，我和老爷必定亲自登门赔罪。母亲言重了，此云使被陈征夫，爹娘会体谅的。好孩子，当真是个通情达理好孩子。周家之喜，凭他的口面就是口，我就得挨训斥。那我们就先出发了。二弟弟妹，我们就先行一步了。毕竟长房终归是长房。还戳在那儿做什么？嫌周家的脸丢得不够干净？玉儿，受委屈了。母亲这几日也是被那乌龙事扰了心神，说的话重了些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别碰我，周逸清，你瞧见那是什么眼神？他在施舍我，他在嘲笑我。玉儿，你别和他那般市井妇人计较。当初你说过，只要换了妻，我便是你明媒正娶的妻，你会护我一世周全的。结果呢？你我见不得光难受，但只要我将来能够平步青云，事情就还有转机。上一世我平步青云，这一世我必定也能做出一番名堂。对不起，玉儿，是我没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份委屈。他们现在笑话我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相爱。玉儿，只要我们两个心在一处，总有一天我会让大哥大嫂，还有这府里的每一个人，都跪在你面前认错。二郎，也绝不负二郎，我负了天下。求你了，你绝不能负我。全府上下一大早开始忙活你回门的事情了，回来就好。大哥，换嫁之事，实乃阴差阳错，但我既然娶了锦欢，今生便绝不负她。周逸成，最好记住你今日是换，纵然你周家有军功在身，我刘家上下也绝不与你善罢甘休。自然。哥，快些进去吧。锦欢，走，娘在里面等急了。我的欢儿，瘦了，我的儿。娘，哪有这么夸张？今早我还觉得自己圆润了呢。不过我想你了。
娘也想你，天天心都悬着。娘，周妹夫也在。一成啊，你且陪你父兄在前院吃茶说话，我和锦欢说说话。锦欢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一对狗男女，竟敢如此算计我女儿！那你公婆怎么说？周家大郎呢？他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迁怒于你？公婆明理，不曾因此事迁怒我半分，更是待我以诚关怀甚厚。那便好。说起来，当初周家上门提亲时，你爹私下里更属意周家大郎，说他沉稳有担当。那为何最后成了周逸清？我们见周逸清那小子皮肤生得端正，说话也讨怀，才应下的。如此这般，倒真是阴差阳错，回到了原点。不过你姨父姨母那般重声明礼数，蓝月那丫头从小乖巧懂事，怎么长大后竟做出这等没脸没皮的事？一定是周逸清那个混账东西勾引她，用花言巧语把她给骗了。娘，如今木已成舟，多说无益，日子还是我们自己过。夫人、小姐，老爷那边传话说回门宴已经备下了，请夫人和小姐入席。玉成啊，虽然这桩婚事来得意外，但你的品性，老夫是信得过的。岳父大人放心，锦欢既然已是我的妻子，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既然你这么说，这杯酒我敬你。若日后你敢慢待我妹妹，别怪我这当哥哥的翻脸无情，定不负兄长所托。欢儿，快尝尝。玉成这孩子心细，竟是比娘还记得你的口味。多谢夫君。原本老夫还在担心那周家二郎性子浮躁，如今瞧着你与一成，倒是错有错着，凑成了这一对璧人。父亲说的是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二少爷和二少夫人中午就从江家回来了，午饭都没留在那儿吃，这么快，回门礼都没成。何止啊！听说二少夫人是哭红了眼进门的，打从回来就关了房门，和二少爷一直待在屋里。哼，白日宣淫，那动静，守门的婆子都听见了。活该！江家老爷原本看中的是咱们大少爷，谁知换了二少爷这个女婿，江家那头能不发火吗？谁给你们的胆子在这里编排主子？大少爷和大少夫人刚回府，就听见你们在这嚼舌根，二房的事情也是你们能议论的。自去管家那儿领5板子，若再有下次，直接发卖。夫君莫要怪我严苛，下人们在背后扯这些闲话，说的多了，只怕会让二弟与弟妹对我们心生嫌隙，以致兄弟仇离间不睦，那才是咱们大房的过错。你是我的夫人，不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有些规矩确实得立。锦欢、一成，今日亲家那边如何说？岳父大人言，婚事已成，日后只盼着我与锦欢白首偕老。岳母亦是如此，只叮嘱儿子照顾好锦欢。我爹娘说，两家情谊如旧，仍是姻亲。亲家当真是宽厚之极。要是江家那边也能体谅一二，便好了。母亲宽心，我姨父与姨母都是仁厚之人，眼下应是在气头上，过些时日总会缓和的。还是锦欢好。锦欢是我选中的儿媳妇，希望一成能善待她。也不知道一成当初究竟瞧上了江氏什么，非要求娶，否则江氏如何有机会进我穆家的门，也不会发生如此之事。难道这一世，我这位看似稳重的夫君，心里也藏着那位好表姐？莫要多想着，我从未见过弟妹，既然是血脉相连的表姐妹，品行相近，多半亦能让父亲与母亲满意，便动了心思求娶。当真只是如此？自然，如今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必然会尽到丈夫应有的责任。这2日，他对换嫁之事确实没有半分怨意，反而处处护着我。或许新婚夜将错就错，这条路反而走对了。表姐，您还有心思弄香呢？奴婢方才路过花园，又瞧见二房那位在老夫人面前卖乖了，又是送亲手缝的护膝，又是亲自下厨端汤，哄得老夫人笑碎眼开。这7日，二少爷日日守在家里，老夫人看他们是越看越顺眼，怕是早就把咱们大少爷抛在脑后了。由着他们去，戏台搭得越高，跌得也越惨。周逸清在武城兵马司虽能日日回府卖娇，可他不知这全是场上的博弈，从来不是靠讨好卖娇赢来的。小姐，今可是成婚后大少爷头一次休沐回家的日子，可要做些准备。夫人，出事了！刚刚左都御史丁大人被控通敌卖国，圣上震怒，丁家满门以全数下狱，打入死牢。二郎，丁夫人是我母亲旧时，求求你帮我送些衣物去。通敌是死罪，你是想拉着整个周家去陪葬吗？上一世，周逸清最后还是被我磨得不情不愿去了，才捡到了丁家平反后的仕途红利。
丁大人为人正直，为官清廉，曾与我有恩，我不相信他会通敌。如今他逢此大难，我想去看看能否帮上些忙，略尽心力。你放心，我会小心行事。这里面都是一些日常用的伤药和后事衣物。夫君若能见着人，请务必交于丁夫人。丁夫人与我母亲是旧识，丁家那2位小公子如今还在我大伯的书院里读书。夫君不提此事，我也正想请夫君冒这个险走一趟。丁大人一家下狱，此举有何后果？夫君相信丁大人，我亦相信母亲交友的眼光。我相且若是夫人的官员判断，这个包裹我会亲手交给丁夫。上一世求了周逸清很久，他才肯去说情，而周逸成为了一个恩字，就自请帮忙。夫人回去吧，莫要受了寒。夫君万事小心。禀大少夫人，大少爷让小的回来传个话，大理寺卿李大人查到了要紧线索，留大少爷协理公务。大少爷可还带了别的什么话？大少爷说公务繁忙，今晚未必能回府了，特意嘱咐，请大少夫人早些安置，莫要等他。红玉，去取2只怀炉来。这精巧的给大少爷带去，另一个朴珠的是赏你的。是，多谢大少夫人。你在大少爷身边仔细伺候着，寸步不离后着少爷。莫让他受了寒。去母亲处知会一声，免得二老挂念。上一世只因我在丁家落难时送了点衣物，他们平反后就在官场上帮我了许多。这一世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遇。兰月，我有事外出，速速就回。你疯了不成？我方才就听到你在念叨着什么丁家，你这时候难不成是想去大理寺？什么县中求？那是通敌卖国，是要灭九族的，何必去趟这趟浑水？万一圣上不打算放过丁家呢？你可要想想我呀！对啊，这一世我没娶刘景欢，万一许多圣上这回当真要丁家的命。二郎，咱们刚成婚，求的是个安稳，你若真出了事，让我怎么活？你说的对，若是圣上动了真格，我这便是在自寻死路。我如此聪慧，以后必定还会遇到贵人。这才是咱们周家的好二郎，咱们守好这平安日子便是。哎，那是我方才渴得厉害，未曾留意，用了夫人的茶杯，是我唐突了。无妨，夫人不怪罪便好。夫君坐下歇歇吧。这3日一直在大理寺。是，那日我禀明来意，李大人准我探监，特意备的包裹，我已亲嘱咐我要交到了丁夫人手中。她老人家落了泪，只要能让他们在牢里少受些罪，也不枉夫君冒这一趟险。离开大理寺时，我恰好遇到了都指挥使，他命我暂且听从李大人的调遣，贴身保护大理寺卿的安全。护卫李大人，那可是大理寺卿，若要你去贴身护卫，说明此案定有凶险。夫君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可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莫慌，今日寅时3刻，大理寺确实不安静，有几个死士企图摸进卷宗库，不过李大人算无遗漏，早就在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出关门打狗办得极其干净利落。看来事情进展顺利。李大人已掌握了构思县的死证，他让我今日先回府歇息，明日再去配合。构县重臣是灭门大罪，对方既然敢动用死士，便是要殊死一搏。失败了一次，销毁证据的心只会更急。这回府休息并不简单，莫非夫君今日回府，本就是应对之策的一环？夫人聪慧，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去。大少夫人，二少爷他受了重伤，刚被满身是血的抬回府，老爷夫人已经赶过去了。夫人，我们也去看看二弟。好，一切听夫君的。哭哭啼啼，成什么样子？二弟情况如何？大夫还在里面，瞧着是被抬回来的，不知伤到哪儿了。各位不必过于担忧，二少爷受的都只是些皮外伤，只是二少爷双手冻伤极重。老朽记得去年便叮嘱过，入冬需日日涂抹防冻的药膏，怎的今年反而溃烂成这副模样？药膏呢？入冬前我亲手交给你，叮嘱你亲自给二郎擦拭，你都记到哪儿去了？母亲，我这些日子二郎忙于公干，我你以为你整日里只知道关在屋里吟诗作赋，连夫君的身子都看不顾？二郎在前头卖命，你在后头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要你这直婆有何用？玉成，你去送送大夫。锦欢，你也累了，带你2个妹妹先回去。是，儿媳遵命。大嫂，你不知道，往年二哥手上最易冻伤，母亲早先特意叮嘱过二嫂，让他入冬就备下防冻的药膏，可他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能不知？上一世他的药膏全是我提前备好的，还驱着周易清涂药。早到了，母亲瞧见二哥那双肿得像馒头似的手，当场已经发了不小的脾气。说起来，还是大哥福气好，
若是大嫂这般心细的人，二哥也不至于受这份罪。雪后路滑，死心脚下。换嫁之事既然已成了定局，就莫要提了。是，你们回去时仔细脚下，莫要跌了。多谢大嫂关怀，大嫂也慢走。李大人那边还有急务，我需立刻赶回去。夫人在家好生歇息。夫君自去忙公事，家里有我。前世周逸清就是靠着丁家翻身，才得以步步登高。小姐越来越舍不得大少爷了。若是奕成能借此机会得到李大人的提携，或许可以在职场步步高升了。那周家地位可就不能同日而语了。丁家平反了，通敌暗示构陷，圣上自封了。小姐，大喜事！刚听外头采买的小厮回来说，大理寺那边出结果了。快说，丁大人的案子如何了？丁大人是被构陷的证据找得清清楚楚，这会儿满大街都在传，说咱们大少爷在此案之立了头功，护主有功呢。案子破了，丁家平反在即。夫君这几日辛苦了，这下悬着的心总算能放回肚子里了。夫人，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想请你一同参详。夫君请讲，妾身洗耳恭听。李大人亲自开口，要我进大理寺当差。大理寺执律法之尺，正人间冤屈，经济营守九门之安，护黎民百姓。这两条路，端看夫君你是想尽快步入朝堂核心，还是想扎根军营磨练军功。夫人，若是我说我想去北疆，不可。你我新婚，我心中万般不舍。可若能杀敌报国，建功立业，那是男儿本色。他还是要去，可上一世他就是在那片黄沙里断了魂，难道竟救不了他的命吗？夫人莫急，李大人那边并未限我10日，此事我会再仔细斟酌。你先好生歇息。凡事都有命数，周一成，你曾说你更相信事在人为，这一次我也要试一试。小姐，您这眼睛都要长在大少爷身上了。休要胡说，奴婢可没胡说。小姐您瞧，如今这日子倒是倒过来了，现在是您这般死死的瞧着大少爷，大少爷反倒缩脚的不敢看您了。他哪里是羞怯不敢看我，不过是心中有数，怕我终究扛不住那早已注定的结局罢了。小姐，若是大少爷真去了北疆，您当如何？我也不知，但终究是不愿他去北疆的。这么多天了，那件事夫君可曾想好了？是要去大理寺，还是……夫人，方才营里得了消息，李大人带人抓到了潜伏在兵部的细作，外族的离间之计已彻底瓦解。所谓的战事，不过是对方虚张声势，想在京城里里应外合的幌子。那北疆不必去了。既然外族计穷，也撤了戍边的情旨。小姐总算熬出头了，这大房总算要有真正的喜事了。谢天谢地，小姐总算熬出头了，这厂房才算是有了真正的盼头。小姐，您快瞧瞧您，这天擦黑了，您这精气神倒比早起那会儿还要足。大喜事的确是大喜事，哪怕是这一年里所有的好日子加起来，也抵不过今天这一桩。奴婢知道了，小姐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大少爷不走北疆，您和大少爷这感情怕是比那蜜糖还要浓了。他对我情深，我自当还他义重。只要他在，周家这天就塌不下来。红玉传话给小厨房，是咱们长房定乾坤的好日子，再开一坛我从娘家带过来窖藏了10年的梨花白。好嘞，奴婢这就去，定让这酒香飘到二房那边，也叫他们知道，咱们长房如今才是真的红红火火。二弟伤愈，不在屋中仔细休养，出来做什么？锦欢，你终究还是关心我的。大婚那日阴差阳错，那绝非你我之愿。究竟是有人刻意为之，还是阴差阳错？周逸清，你我皆心知肚明。我不揭穿你们是看在公婆六的面子上，是为了周家的名声不扫地。原来现在就已经知道了。果然。背弃婚约与大哥的表私通视为不忠，设计换嫁毁了你闺的终身家事视为不仁，不顾我的死活只为私欲，欺瞒高堂累父母清明蒙尘视为不孝。如此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之徒，
竟还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，离间我与夫君。周逸清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你我两情相悦多年，你的心意岂会轻易改变？你怨我娶了蓝月便赌气嫁给大哥，硬要留在周家。秦欢，做不成我的妻就做我的长嫂，你这是在作践你自己。周逸清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大哥文武双全，为人坦荡，你哪一点比得上他？待我已成，我心悦之。至于你，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透顶。二弟，别忘了你有妻室，而我是你的大嫂。药呢？母亲3天前就叮嘱过你要备下防冻的药膏，你整日关在屋里吟诗作书，连这点小事都能忘。你眼里就只有那点药膏。你以前说我的诗稿千金不换，你婚前可是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的。我为了娶你，连爹娘的责骂都受了，结果回了屋，连口热茶、一个像样的照应都没有。光会吟诗有什么用？当初真不该换嫁。你得到了就不珍惜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骗子！小姐，你快听听，二房那边简直是要翻天了，那嗓门大的，奴婢离着半个园子都能听见响。哦，又唱哪出折子戏呢？哪是折子戏啊，那是真刀真枪的吵。江兰月，你眼里除了你那面照不够的镜子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夫君？周逸清啊，周逸清，前世你总嫌我满手药味，浑身胀汗，说表姐那不食人间液的样子才是你的救赎。如今这救赎的味道如何？周逸清，你竟然吼我！以前你为了见我一面，能在大雨里守一夜，说我吟诗的样子最是清贵动人。如今你得偿所愿了，竟嫌弃我不会操持家务，不懂伺候人了。这倒是江兰月的原话，可受不得半点烟火气。小姐，您说可不可信？二少爷怨二少夫人不曾真心看顾，二少夫人则哭诉二少爷得到了便不珍惜。周逸清和表姐风花雪月之时，自是无比浪漫，情浓意洽。可成婚后，便要面对与公婆相处、家事琐琐的日常，若是少了相互体谅与扶持之心，感情难免会消磨。说到底，也不过如此。大少夫人，不好了！二少夫人把屋里官僚瓷器全砸了，声音大的把老爷都惊动了。二少爷呢？二少爷刚才夺门而出，奴婢瞧见了，他脸上有好几道巴掌印。大少夫人，夫人请您立刻过去一趟。二少爷现在正叫嚣着要写休书，闹着休妻呢。夫人在那儿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知道了，红玉去拿斗篷，咱们去看看这出好戏。周逸清，这就受不了了，你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秦欢，注意称谓，二弟。锦欢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瞧瞧外头那个孽种，今日竟嚷着要休妻，闹得家宅不宁，这真是要气死我！这换嫁之事本就让周家颜面扫地，如今才成婚几日，他竟又要闹休妻。若老爷在府中，此刻怕是早就请去家法，打折他的腿了。母亲莫要动怒，为了他们气坏了身子，当真是不值当的。二弟或许只是一时气话，当不得真。都怨我平日里对他疏于管教，由着他的性子来，才让他如此肆意妄为，做出那些不知羞耻的糊涂事。母亲，过去的事儿便过去了。您总说是您管教不周，可儿孙自有儿孙福。二弟如今日过得不顺心，也是他的缘法。唉，他做下的那些糊涂事，如今追悔莫及。可这世上只能哪有自己受着？追悔莫及，周逸清悔的是那个清高不染尘埃的江兰月。便不成替他打理中妇、嘘寒问暖的贤内助。老爷回来了！孽障，给我捆起来！给我捆起来！总算是回来了。孽障，周家100年的清誉，全叫你这个自私自利的畜生败尽了！父亲饶命！老爷，手下留情啊！再打下去，二郎的命就真没了。这就是你们拼死也要换来的佳话。今日是替祖上教训你，若再敢提休妻闹事，
老夫立刻把你逐出族谱，让你自生自灭！二郎，我的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犟？这背都打烂了，你是要疼死娘啊！锦欢，你快来看看你二弟他快没命了呀！锦欢，你快来看看你二弟他快没命了！母亲莫急，二弟受的是皮外伤，乔治性命应当无碍。红玉，去我房里把那盒药取来，再让小厨房备好热水和干净的布。是。你还跪在那儿做什么？你是死人吗？锦欢还没进门就张罗着救人，你才是二郎的媳妇，你跪在他身边，方才为何不求情？母亲，是二郎自己非要闹着和离，父亲教训儿子是家法，我若出言顶撞，只会火上浇油。我这是为了二郎的体面。体面？二郎为了你连命都豁出去了，你竟说这叫体面？你瞧瞧锦欢是怎么做长嫂的，你再瞧瞧你自己，当初真是造了孽，才招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肝的进门。母亲，二弟妹或许是吓坏了，才失了分寸，您顾念着身子，先让下人送二弟回房医治吧。哼，把二少爷抬回去，除了锦欢送来的药，谁也不许乱碰，让他在这儿跪着，跪到老爷消气为止。二弟妹好好反省下自己吧。端草，这药凉成这样，你是想苦死我，还是存心看我的笑话？二郎，我也受了惊吓，守了你一夜为何也？你怎能这般同我说话？闭嘴！整日里只是想说你受了惊，你受了屈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何至被父亲打得半死？何至于被全京城议论薄情寡义？你悄悄大方，刘锦欢把大哥照顾不为体天天，大哥如今春风得意，你还会什么？你还记得你说娶我过门是来享不福的吗？这要谁安慰谁为吧？周逸清现在闹着要休了，我家里家外都在看我的笑话，看到我过成这样，你现在一定高兴疯了吧？表姐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。当初你和二弟躲在人后共谋那出所谓的换嫁金话时，可曾想过要停下来问问我高不高兴？那时候你们觉得自己是情深似海，觉得我是你们真爱路上的绊脚石。怎么，如今你们自己把路走绝了，倒想起问我高不高兴了？若不是你故意在大哥面前邀功，若不是你勾得二郎心神不宁，他怎会如此对我？江兰月，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你有何颜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？快瞧瞧，那不是咱们那位清高的二少夫人吗？怎么在大房门口撒起泼来了？哪还有半点书香门第的样？嘘，你小声点，你还不知道呀？昨儿个二少爷叫写立休书，连老爷都惊动了。呸！结果是个背着人换花轿抢亲妹妹胡子的货色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咱们周府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丢尽了？可不是嘛！你瞧瞧大少夫人，那才是真金白银的大家闺秀，受了那么道好，自己把我委屈处处过烂了，还有脸在这废？你这出戏观众可多着呢。你们这群狗奴才！小姐，您瞧瞧他那个样子，这就好比是那台上的角儿自个儿忘了词跑了调，最后倒在台下埋怨起咱们这些看客来了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歪理？你这比喻倒是贴切的很。既然想演真情至死的戏码，那就得跪着把苦果吞下去。大少爷回来了。夫君今日回府，瞧着倒是红光满面，可是遇着什么喜事了？只是方才进府时，听守门的小厮和廊下的几个婆子，这绘声绘色的在传一些很有趣的事。哦，这府里的闲话最是传得快。夫君听着什么了？听说夫人前几日在长廊下把二弟骂得脸色铁青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那是为了气他，他那副自以为是的模样实在恶心。那夫人这话是光为了故意气他，还是有几分真心？这般金傲强势之人，居然也会纠结情爱琐事。夫君这般紧张，难道当真是心悦于我？是，心悦已久。已久是多久？前元宵灯会，你猜题迷赢了挂得最高的那只花灯，转身送给了一个小女孩，是我一个同旁的遗孤。当时我便记住了你，后来一次次相遇，总是远远地看着你，不知不觉间记在了心上。大哥，嫂子，既然妹夫来了，我们便去前头瞧瞧字画，锦欢就交给你了。锦欢，你在原地等我，我去前头瞧瞧那金楼。姑娘，要来猜下这个灯谜吗？小姐，左右是等，要不就猜一个吧。好嘞，描面为千里来相会，打一字。可否为虫？
姑娘好才情，这五彩琉璃灯归姑娘了。小妹妹莫哭，这灯送给你。原以为书商世家的女子皆是刻板之辈，未曾想竟有如此剔透玲珑的心肠。锦欢，那金龙当真威武，咱们快去那边瞧瞧。既然你前年元宵灯会就记住了我，那后来你为何要去求娶表姐？她是你的表姐，那时我想着，既然血脉相连的在一粉，总该有几分相似。所以你当初是退而求其次。尤其是你们的背影，若不细看，确有7、8分像。所以你不仅求了替身，在大婚之前甚至还把我们认错了。我从未认错过。你们虽然外形相似，衣着相近，但气质截然不同。你如冷月，她不过是凡尘俗粉，我一眼便能分清。从未认错，夫君这般笃定，倒教我越发好奇了。你既认得清，为何还要执意走这一遭？仅仅是因为性情相似？周逸成，你不是那种会被虚王幻象迷惑的人。夫人可否再给我一些时间？夫君累了，早些歇息吧。那些陈年旧事，咱们往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聊。锦欢，若让你知道我当初是为了顺水推舟，故意以此诱二弟入局换妻，你还会这般待我吗？天冷，别站太久。大哥、大嫂，当真是好兴致。这大雪天的，竟在此处赏梅续情，倒叫二弟我好生羡慕。先前二弟受伤，多谢大哥大嫂挂心了。二弟不在房中仔细养伤，倒有闲心来这园子里晃荡。我只是突然在想，大哥这副谦谦君子的皮囊下到底藏了多少算计？大嫂，你当真以为大婚那天的意外全是我一个人的贪念？在大婚前半月，便去江家指点过我。周逸清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胡言乱语，回你的二房说去。记清楚了，锦欢是你名正言顺的大嫂，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。若再有半句不饶，夫人，我可以解释。好，大概在半年前，我偶然撞破了二弟与江氏私会。你说，我原想将实情告诉你，却察觉他们打算在大婚之日行移花接木之计，我索性顺势而为，向江家提亲，且极力促成他们在同一日拜堂。因为我知道周逸清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只要给他机会，他一定会为了江氏铤而走险。我想娶的，自始至终只有夫人你一人。若是他们没有按照你的想法进行呢？二弟虽然自负，但极重利害，且听得进劝告，只需稍微引导，他便会顺着我为他量身打造的路走下去。所以根本就不是退而求其次，他是步步为营。堂堂金鸡营的将军，战场上刀剑无眼都没见你退缩换步，怎么今日竟被吓得出了这么多冷汗？刀剑入肉不过是伤，若是夫人因此误会与我离心，那才是无药可医的断肠毒。这么说来，夫君这朗月清风的名头下，竟藏了一颗算计人心的小狐狸心思。为了能让夫人名正言顺地坐在我身边，做一回狐狸又何妨？今往后余生，我这双眼睛里再也不会看第二个女子。既然夫君费了这么多心思才娶到我，那往后可得护好了。至死方休。前世的噩耗已远，这一世他的路该是锦绣繁华。大喜大喜，大少爷升官了！大喜大喜，义父说成他文书下到府县升官了！升官？他竟然升官了！不可能，他凭什么升得这么快？怎么，瞧见大哥升了官是后悔当初没嫁进大房，后悔选了我这个没出息的二房？周逸清，你少在这疯狗咬人！当初若不是你口口声声说你比大哥更有前途，若不是你非要策划什么换嫁，我何至于落到今日这般田地？现在倒好，刘锦欢成了正四品都司夫人，出门入户尽是风光。可我呢？那破田富贵在哪儿？你还有脸提？当初丁家出事，我原本动了心思要去帮衬，是谁死活拦着我？是谁说那是通敌死罪，让我别去趟浑水？是你，是你的妇人之见，害得我错失良机。若非你拦着，今日在正堂受封的人何该是我？你现在竟全赖在我头上。当初明明是你自己也怕得要死，现在见大哥得了势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我懒得和你这种妇道人家争，妇人之仁。好，
这才是我周家的将才。好啊！从正六品前东直接跳升为正四品都司，一成，你这官阶竟是一步跨到了老夫前头去了。老爷，看咱们得赶紧大摆筵席，把京天些亲戚贵客全请来，让大家都瞧瞧咱们长房如今是何等的风光。母亲说的是，表妹当真是好福气。这旺夫的本事，咱们京城内眷怕是都要来向表妹讨教讨教了。可不是嘛，有些人拼死拼活在外面当差，倒不如有些人会走贵人的门路。大哥这功勋拿的，可真是让做弟弟的自愧不如。二弟妹和二弟言重了，夫君能在京畿营立足，凭的是真刀真枪的实教。至于这宴请，母亲，夫君升迁固然周家之喜，让丁大人被构陷一案，方才尘埃落定，处死了京城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景欢说的在理，周家没穷习武的狂悖之态，与往后仕途无异。故而这宴请还是暂缓为好。对，还是景欢考虑的深远。瞧我一高兴竟忘了这茬，听你的，千万不能牢门在这个节骨眼上招人眼红嫉恨，反而害了玉成。正四品，这屏幕在他周清群的竟本该属于我。二老，你这是作甚？若是让公婆听见，少不得又要惹出一场风波。听见又如何？现在的周府，爹娘眼里还看得见你我二人吗？那是正四品都青云圣上，而我还在兵马司里坐冷板凳，将来愿你到底有什么用？这如何能怪我？是大哥他命好，刚好撞上了丁家的案子。再者，你当初不是拍着胸脯说，即便留在兵马司，凭你的手段也能胜过他吗？命好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命好？那是刘景欢在大理寺李大人面前的死囚牢门口雪中送炭换来的。换来的？你呢？你除了会躲在屋里写那些酸诗，你还会什么？入冬前母亲叮嘱你备下防冻药膏，你害我在公婆面前受尽冷眼。你所谓的才情，能换来我的一官半职吗？你是嫌我不够世性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半夜在后园求着要娶我，说我这不染尘埃的样子才是你的心头好，说刘景欢一身药味满身痛，更这辈子都瞧不上他。那我真是瞎了眼。看着大房如今风光无限，你我在这府上就是爹娘面前最小最难看的笑话。恭喜大哥高升了，表妹，你这贤内助当的可真是称职，连大哥这种性子都能被你捧上高位。表姐谬赞，是夫君自己争气。不过，表姐若能与二弟少些争吵，多些同心同德，哪怕职级微不说，公婆也能早已厌烦。刘景欢，你少在那儿拿腔作笑的教训我！若不是你用了狐媚手段勾住大哥，让他拼了命去大房有今日。教训。表姐，你与二弟整日关起门来闹得鸡犬不宁，公婆嘴上不说，心里早已厌烦。与其在这儿眼红大房的福气，倒不如想想怎么挽回二弟的心。二老，你回来了。红玉，小姐，奴婢错了，不该嘲笑表小姐。小姐，今儿回门，咱们大少爷可是天不亮就亲自去库房点货了。那一台台的礼，说是要把咱们刘府的库房给装满呢。他是怕我爹娘惦记。夫人，礼单我已看过了，给岳父的孤本古籍和给岳母的百年老参都已备好，还有2箱南方的绸缎，可还需添置？夫君心细，已经极好了。若是再多，怕是大哥要嫌你炫耀了。我就是要让刘家上下知道，你嫁进周府长房，只有风光，没有委屈。瞧瞧这排场，听说姑爷都是4品大员了。一成，这一路辛苦了。大哥言重了，陪景欢回门是分内之事。瞧瞧这排场，比前几日那位表姑娘回门时可风光多了，不是吗？听说姑爷都是4品大员了，对刘家姑娘还这么体贴。当初都说是嫁错了，我看呢，这是刘家姑娘命好，嫁得再对不过了。爹娘一大就候着了，妹夫，今日且随我进去，让他们好好瞧瞧你这个女婿。玉成啊，大理寺一案办得漂亮，这京城上下谁不夸你一句周家将才？当初我就瞧着你是个稳重可靠的，果然没看走眼。你从小就爱这一口，也不知在那边吃得惯不惯。玉成，你也多吃些。岳母言重了，景欢把府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事事替我阻力周全，我能有今日，全凭夫人坐镇后方。好孩子，这话你爹娘听着心里踏实了。
小姐，您快瞧瞧，自打咱们大少爷擢升的消息传出去，这些个国公府、侯爵府的帖子就跟冬日里的雪片似的，拦都拦不住的往咱们这儿飞。奴婢方才去大厨房提热水，特意绕路瞧了一眼二房，那院门口冷清的连只雀儿都不愿落。江小姐身边的阿福正黑着脸在那儿扫落叶呢。官场升迁后自然闻风而动，这些名帖有一半是冲着周家新贵的权力来巴结，另一半则是那些人精来探探我的底，瞧瞧我这个换嫁的长房夫人到底有几分道行。前世为了替周易青青求得一个门道，我在这京城的后宅圈子里尝尽了冷脸与刁难，这些社交场上的弯弯绕绕，于我而言早已是手到擒来的旧戏法，何须费力。红玉，把这几张打着丁家、刘家旧时名义的挑出，单独回礼。至于其他的，先搁着。太容易得到的恩典，他们不会当回事。是，奴婢明白，这就是要晾一晾他们，省得他们以为咱们长房是好拿捏的。瞧，这就是那个换嫁的周家长媳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原本是许给二房的，如今借着这桩荒唐事攀上了长房，心机深着呢。周大少夫人，听说你大婚当日进了大房的门，如今周都司节节高升，你这位子坐的可还稳当？位子稳不稳，端看夫君的心在哪儿。锦欢所求不过是守好后宅，不让夫君分心，倒不像有些府上不安稳的事情都在台面上。锦欢，你在这儿倒叫我好找。锦欢，你这孩子就是太文静。今日这赏花宴，若不是听说你要来，我这把老骨头才懒得出来凑热闹。好孩子，那次丁家蒙难，你雪中送炭的这份情，我到死都记在心里。只要有我在这京城后宅一天，就没人敢给你半点脸色看。若有人敢拿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编排你，你尽管来告诉我。我看谁的脸皮够厚，敢在丁家面前放肆。锦欢多谢夫人照拂，当初不过是全了母亲与您的旧意。如今有夫人这一句话，这京城的后宅路，锦欢定能走得更稳，绝不辜负夫人的厚爱。快瞧，那是大少夫人的车驾，刚从国舅府赴宴回来呢。这一年大少爷立了战功，如今可是正三品的参将了。见过大少夫人。连带着大少夫人也成了各家王公贵府的座上宾。小姐，您今儿不在府里，可错过了好大的热闹。刚才奴婢听外头议论，说二少夫人这回是真发了疯，竟然把二公子的头给砸破了。砸破了头，江兰月倒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可不是嘛，二少爷前些日子刚纳了一房姨娘，昨儿个又被二少夫人发现，他在外头竟然还偷偷养了个外室。大少妇，奴婢瞧得真切，二房那边屋里的古董瓷器全给摔碎了。二少夫人哭得嗓子都哑了，当着众人的面跳着脚说要修夫呢。老爷和夫人如何说？老爷气得直接摔袖子走了，说再也不管这摊子烂事儿。夫人也由着他们闹，干脆闭门谢客。这一年他们3日一小吵，5日一大闹，老夫人他们也是习惯了。二少夫人当初也是以知书达理闻名的，如今却成了个言行失去、满嘴怨气的泼妇。红玉，陪我去清点下库房。哎，周一清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周一清，江兰月，这就是你们费尽心机抢来的姻缘。小姐，二院真是一刻都不消停。周一清，我为了嫁你背尽了骂声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你纳了妾还不够，竟然还在外面养了这么个东西！女儿性情温顺，不像你，整日里只知道疑神疑鬼、歇斯底里。爷，您别为了我跟姐姐置气，姐姐若是容不下我，柳儿这就走，断不敢坏了姐姐的体面。姐姐？谁是你姐姐？你这种上不得台面的货色，也配叫我姐姐？够了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有半点书香本地的影子？活脱脱一个市井泼妇！姐姐，柳儿求你了，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别奇怪你的身体。休夫！我要休了你！周一清，你我之间到底是谁害了谁？要滚便滚！看看这京城里还有谁会要你这个名节尽毁的疯子！小姐，您今儿没去正堂瞧瞧，真是可惜了。那位江家姨母今早铁青着脸进了府，那架势活像是要活剥了谁。姨母素来最重名声礼法，如今表姐闹出休夫这种笑话，她自然是坐不住的。娘，您终于来了。
周一清他竟敢拿那等自降身份的话来羞辱我，他甚至要休了我！你还有脸哭？你父亲在任上已经收到了消息，江家的名声差点被你毁尽了。若你真被休回家，你以为老家里那些吃人的亲戚会放过你？还是你指望你父亲为你这张老脸去辞官？可周一清他根本就不再看我一眼。你当初能设计换嫁，如愿以偿嫁给他，现在怎么就没本事拿捏住他？他要新鲜你就给他新鲜，只要守住你这正妻的位置，受点委屈算什么？把阿福抬了妾。娘，阿福是我的贴身丫鬟，情同姐妹，你让我……姐妹能比你的名声重，能比江家的前程重？阿福是你的人，总比外面那些来路不明的野狐狸强。你若再不服软，今日必须和我去你婆母面前认错。亲家母，我江家自幼教导女儿德颜容恭，本盼着她能如景欢这般温良持家，没成想蓝月竟在这深宅里生出了乖张戾气，使我江家好的教女无方。亲家母言重了，这年头娶个妾室是常有的事。这心腹却在那儿闹着休夫，这周家的脸面实在是没处搁了，还不跪下向你婆母和大嫂认错？母亲，是儿识错了，儿媳性情乖戾，不识大体，冷落了夫君。小姐，奴婢实在想不通。想不通什么？想不通您为什么要为那个女人说话？当初她抢您婚约的时候可没手软过，现在她自个儿把日子过烂了，二少爷要休她，您由着她去不就得了？红玉，你觉得让她被休回家，受点闲言碎语，就算是惩罚了？若是离了婚，她回了江家，指不定还能远嫁外省，重新开始。只有让她留在这州府，让她日日对着一个恨她入骨的周逸清，对着一个往日是奴婢，往后是情急的阿福，让她在往后余生的每一天都在悔恨、恨和算计里一点点熬干心血，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奴婢明白了，还是小姐深谋远虑。二郎，你回来了。二郎，阿福自幼陪我长大，最是知冷知热，往后便抬他为你的庶妾，替我好好伺候你。夫人当真是大度的极。小姐，您听，今儿晚上二房那边倒是安静的反常，往常这时候那边早该传出砸盏摔瓶的声音了。可自打阿飞抬了妾，他们那一房竟变得和谐了起来。这半宿了，竟是一丝争吵哭闹的声响都听不见。不闻哭闹声，未必是心齐了，不过是有人彻底死了心，有人得了新欢罢了。小姐自打簪上这只前年上巳节的步摇，瞧着竟比那画里的仙子还要清冷。只是夜色已晚，小姐可是要去哪里？动身去回廊。既然他们那一房太平了，我便去送二房一份终生难忘的大礼。这背影，你怎会是这副站姿？二弟，盯着长嫂的背影看，这便是你的礼数。二少爷好眼力，咱们大少夫人这只步摇是前年上巳节戴过的，表小姐当年瞧着眼热，事事跟着学，可这骨子里的仪态，表小姐怕是这辈子都学不来。上巳节那日，在水边去的那几个玩水小孩的人，是你，不是蓝月。那年上巳节，我的确见几个魂童在水边嬉戏，怕他们落水，上前劝阻了一番。怎的？二弟妹没告诉你吗？景欢，竟然是你！为什么是你？两世纠葛，你把榆木当珍珠，周逸清，你且在悔恨里熬着吧。小姐，刚才二少爷那模样，真跟疯了没两样。奴婢真怕他往后跟个疯狗似的，不管不顾的来纠缠你，那可怎么好？纠缠？他如今拿什么来纠缠？也是，如今他二少爷在京城声名狼藉，仕途早就断送了，不过是个顶着空壳子的周家次子。可小姐您背后是咱们桃李满天下的刘家，朝堂之上多的是老爷和大伯的学生。是啊，更何况夫君如今更是正三品的参将，深得圣心。只要他还没彻底疯透，就该知道碰我一根指头的代价。夫人，在门口站着做什么？子欣风大受了寒，刚下旨回来，路过锦记，特意给你带了最爱吃的紫糖饼，还是热乎的。
夫君有心了。大少爷和大少夫人，快进屋吧，这香味儿，奴婢闻着都馋了。小姐，大少爷，二少爷已经在正头闹开了，说是把二少夫人的首饰全砸了，正逼着老夫人拿印信要写和离书呢。夫人，若是不想见这种脏事，便回院子，这有我。夫君，这出大戏唱了这么久，今日收场，我若不在，岂不可惜？好，我陪你。二少爷这回是真要和离了，换我也离，整日家宅不宁。父亲，母亲，今日这婚，儿子非离不可。这毒妇羞辱我周家，多留一日都是祸害。老爷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既然这两个孩子已经离心至此，不如便随了他们的愿，和离吧。罢了，就按夫人说的办，让他签。周逸清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混蛋，你想甩了我，你想得美！自寻死路。我自寻死路？当初是谁在雨里求我？是谁信誓旦旦说要退了与表妹的婚约娶我？你大哥提亲后，你想出那个偷天换日的计划，是你教我在下轿时故意装像警欢，是你买通喜婆，我调换了新人。老爷爷，我听到了什么？你听见了吗？换嫁竟然是二少爷亲手设的局。江兰月，你自己不守妇道，婚前和我勾搭一起，那时候你怎么我换嫁也要你同意才行。你口口声声说心中只有我，结果呢？才过1年，你竟全是虚情假意！孽障！我珍视我的百年清誉，竟养出你这等机关算尽、猪狗不如的畜生！玉成，这些年我待你再怎么上心，可到头来竟是我亲生的这个孽障对不住锦欢啊！说祖亲视我如己出，此事乃二弟私心，不能感谢二弟。若非他让锦欢与弟妹换嫁，我又如何能娶到锦欢这般的贤妻？大少爷这话说的，真是杀人诛心呐！二少爷这下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，亲手把金凤凰送给了大哥。周逸清现在后悔了，你认不出表妹的背影，生生把她错认成了我，是你自己犯蠢。当初我问你，上巳节那日是否在水边劝阻过几个小孩，你为何不否认？为何要冒领？那也是你自己眼盲心瞎，愚不可及。你自己求的是一抹颜色，你自个儿分得清吗？你自个人！娘，斯文扫地，门楣蒙羞，江家100年的清誉，终是毁在了一个情字上。你父亲已发了，从此江家再无你这号人物。今日我带你回苏北老宅。娘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那边的荒院已经清出来，往后你便在那儿吃斋念佛，为江家的祖宗洗清罪孽了。娘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请上车吧，别让夫人难做。娘，能不能让我再见二郎最后一面，就一面？你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吗？二弟，锦欢，我要走了。边关告急，我向父亲请了旨，去北疆戍边。锦欢，你再信我一次，为了你，我会挣一份军功回来，我会让所有人看看我周逸清绝不比大哥差，等我来回来。二弟，你若再敢这般僭越，我便立刻恳请公婆，请出家法，正一正你这扭曲肮脏的心思。我不信，你当初分明是爱我的，你嫁给大哥不过是赌气。二弟，你的手伸得太长了。大哥，这是我和锦欢之间的事。她是你大嫂，去北疆的军令以下，朝廷要的是保家卫国的将士，不是心术不正的懦夫。你若再敢对长嫂有半点不敬，本督苏不介意在送你出征前，先替父亲动一动周家的家法。夫人，我们走，别让父亲母亲等急了。好，听夫君的。今日这头一杯酒，咱们何该敬锦欢？
丁夫人说的是，妾身等恭喜参将夫人，恭喜三品告龙夫人。放眼京城，像夫人这般年轻便受封三品的，当真是独一份儿。这不仅是周参将的圣宠，更是夫人您的福泽啊！锦欢处变不惊，持家有道。周参将这一年能在前方屡建奇功，全赖锦欢在后方支应，这份心性当真是后生可畏。各位夫人谬赞，圣宠虽重，锦欢亦不敢失了本分。不敢失了本分。丁夫人所言极是。谁不知道周参将如今是上面前的红人，周大少夫人更是福泽深厚，这一年的赏赐怕是连库房都堆不下了。可不是吗？我听说连宫里的娘娘都夸赞大少夫人是贤内助，有您在，周家想不兴旺都难啊。各位夫人谬赞，锦欢不过是守着本分，不敢让夫君在前线分心罢了。大少夫人，边关急报，是发往咱们上一世周义成马革裹尸的噩耗，在这一世，终于还是落在了该落的人头上。父亲、母亲、二弟是战死沙场，圣上感念忠烈，已下旨追封偏将军，恩赏了宅院2天。往后这周家就全指望你和玉成了。母亲节哀，儿媳定当尽心，护周家一世周全。周一清，你用命换来的哀荣，终究成了大房平步青云的电气套。正三品参将夫人周刘氏入殿。周夫人，您请上座。周家忠烈，恩宠不断，夫人这座次理应再往前挪一挪。前世种种，到此为止。这一世，他得前程，我得尊荣，负我之人终于自食其果，而属于我的路，也终究被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日。